从今年的9月起呢，有一批房地产的新规又要来了。这对于呢我们在这个房地产市场当中的买卖以及出租，还有小区物业的管理等等呢，都有重要的提示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就这个话题呢，要跟大家来讲一讲。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我们今天要说的呢，有6个方面的问题，都是关于房产买卖当中的问题。因为稍不注意呢，大家可能会上当受骗，或者是踩坑。也有一些呢经典的案例告诉大家，涉及到呢这个离婚，或者说父母赠与的财产怎么分配等等。好，我们首先呢来说第一点，居住权的问题。什么是居住权？这个问题呢之前是没有的，现在有了居住权。我们在买卖二手房的时候，一定要提前查清这套房屋是否设立的居住权，包括我们买的法拍房也是一样的。什么是居住权呢？居住权就是说房主对另外一个人实施了居住权，可以居住自己的房屋。房屋只要有居住权，这样的房子即使买卖了，那么这个居住权人呢，也可以长期的居住在此。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，就是说你自己呢有一套房子想卖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你给你的子女设立了一个居住权，就是说让你的子女呢还能够合法的住到这套房屋里面去。即使以后你这个房屋卖了，那么买的这个人呢也住不进来，你的子女仍然可以合法的住在这里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你设立了居住权。所以呢，在买卖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查清楚。居住权的解除呢，只有2种方法。第一呢，就是说设立居住权的这个人去取消居住权；第二个呢，就是说居住的这个人自然死亡才可以呢解除这个居住权。别小看这3个字，居住权是很厉害的，因为呢，这可以呢防止有一些人为了房产呢居心叵测，使一些歪心思。那比如我们讲呢，有很多老人老了以后呢，子女不孝顺，还想呢争夺财产，对吧？有可能把这套房产卖掉等等。那这个时候，老人就可以给自己设立一个居住权这是民法典上面的规定。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呢，就是说我们房子是有70年产权的，对吧？大家都知道。但是有没有想过，这个产权70年到期了以后怎么办？现在我们国家呢讲不要大拆大建，对吧？不能够呢马上拆迁，而且呢现在房子到期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其实呢民法典当中也有规定，对于70年产权自动到期的可以续期，那么续期的金额呢一般不超过5位数，再交一次土地出让金。这个呢可以咨询当地的有关部门就可以了。它其实呢是有2种解决方法的，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你自动续期，第二种呢就是经有关部门评估，看是否达到了危房的标准。如果呢达到了危房的标准，那么政府呢会收回，这个时候你和房子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第3个方面的问题呢，就是说关于房产中介跳单的问题。我相信呢很多人买房子都会找到房产中介，但是呢又被房产中介高额的服务费所吓到，尤其是大城市，动不动呢就是收房产交易总额的3%很多人呢是承受不了的。尤其是像北京、上海这些地方，你可能买一套房子呢，光中介费就好几百万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很多人就会为了省钱，铤而走险呢，就跳过中介，直接呢和房东进行交易。但是呢，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，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，总之这种行为呢，就是在践踏别人的劳动成果。以前呢，可能说不了了之，维权的路呢很长，但是现在民法典有规定，即使你跳单了，但是有这个客观事实存在，中介带你看了房子，你私自成交，你仍然要面临着付中介费这一个结果，不要呢存在侥幸心理。第4个方面呢，就是说抵押过户这件事儿。那之前呢，我们想卖房子的时候只能够呢把银行的贷款结清，才能够呢卖给另外一个人。但有的时候呢，我们身边又没有这么多钱，那这个房子呢基本上就不能卖了。但是现在可以了，我们可以呢带着这个抵押权一起卖掉。有抵押权的房子呢，并不影响
房子的直接过户。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明白，也就是说你的房子有银行贷款，仍然呢可以卖，这个呢就要联合银行去和银行说明情况，让银行呢让你提供相关的资料，买卖双方一起去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出具完了资料就可以呢直接去不动产中心过户了。这可以说呢也减轻了我们卖房人的负担和压力。还是那句话啊，如果想知道自己现在有抵押的房子能不能够卖掉，就直接咨询当地的银行以及当地的不动产中心，因为每个地方规定的不一样。第5个方面呢，就是说关于离婚财产这一方面。那之前呢，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女孩子心术不正，对吧？想找一个有钱的老公，为的就是什么呢？为的就是不劳而获，不想奋斗了，对吧？找一个呢有钱又有房子的老公，直接呢跳过了奋斗这一阶段啊，住着大房子。如果呢有一天不高兴离婚了，还能够分到财产。那么不好意思，现在呢情况有变，民法典当中呢有明确的规定，如果呢这套房子是婚前父母给全款购买的，那属于父母赠与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的另一半没有出钱，到离婚的时候，财产是归男方所有，女方是得不到任何东西的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说婚前的财产公证啊，就是说如果这个房子只是由某一方单独出资购买，而且呢在还贷款的过程当中有贷款记录，那么另外一方在离婚的时候也什么都得不到。所以说呢，婚姻不是儿戏，不要呢拿结婚或者说婚姻当做一个筹码，成为呢敛财的工具，那样既丢人又丢份儿。还有呢，第6个方面就是我们的物业方面啊，小区的业主呢是可以更换物业的。以前呢，物业可能还带有一点黑社会的性质，稍不注意呢就会和业主产生矛盾，而且呢产生矛盾以后呢还会引发一系列的故事等等等等。总之来说吧，物业和业主之间的矛盾很大。但是现在呢，根据民法典的规定，如果你对这个物业不满意啊，小区可以实现小区业主自治，也可以呢更换物业，让好的物业进驻，还我们呢很好的居住环境。这个呢可以咨询小区的业委会以及呢当地的物业协会。以上呢我们说到的这6个方面，全部都是民法典上面归纳的。这个呢，如果大家懂的话，自然就懂；不懂的话呢，可以稍微学一学，来保护自己的权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